李小姐，这些女人都是来应聘封总秘书的。给我测仔细了，大于 B 罩杯的不要，腰围61以下的不要，腿长1米以上的不要，五官没有瑕疵的不要。你这儿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你还戴着口罩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故意打扮好了，怕我看见吗？还不快把口罩摘了！不要！哪来的丑八怪？你以为明川集团是什么收垃圾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快滚！多看你一眼我就要吐了！等等，我倒是很喜欢你这张脸，本分、安全。是，李总，你们知道我说的安全是什么意思吗？缇娜，把人带上来。还敢躲？一个秘书爬风先生的床的时候，没想过后果吗？好好洗洗他身上的骚味儿！都看清楚了吗？去吧，封总会亲自面试你们。封总，这是他们的资料，按照学历，明天我要参加人工智能科研峰会，给你们10分钟时间收集竞争对手的资料，你们会收集哪些？鼎汇金融老牌企业，资金雄厚；瑞士智能、新锐公司技术占优，还有星耀科技，最近刚入场人工智能，具有一定的危险。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糟了，封总最讨厌别人喷香水。你用了香水？应该是沐浴露的味道。他被录用了，明天来报道。果然，封总只宠李小姐，连选秘书都选最丑的那个。哎，真是羡慕李小姐啊！封总这样又帅又多金的绝世优质男，还一心一意只对她一个人好。男人的爱，大概是这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东西了。李薇薇，你妈妈勾引了我父亲，你更是害死了我母亲的。这次封寒生，希望你不要太容易上钩，才能够有趣。封总，江秘书，这个抽屉是专属李小姐的，你不要乱动。抱歉。又是这个香气。做好你秘书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想法，清楚了吗？清楚。把这个送去市场部。好的，封总。没想到居然真让你这个脏东西被选上了。不过也好，就凭你这个多看一眼都想吐的模样，估计也不会敢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李小姐，您说的对，而且是您选了我，我怎么可能对不起您呢？你知道就好，记住，你给寒生做助理要盯紧了，绝对不准他身边再有之前那样的狐狸精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帮您看住封总，有我在，他身边不会有其他女人。寒生，你来啦！寒生，我下午想去 shopping， 你陪我好不好？我下午有场会议。寒生，你说好所有事情都要依我的。林特助，把会议推迟，通知商场准备清场。是，封总。封总，午饭给您带来了，放那里吧。
江秘书，自重，或者说你以为？风总，我以为什么？按照行程安排，照顾好您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不对吗？还是说您在这会议室里还会多想什么吗？胡说八道！既然你觉得是本职工作，那就完成它好了。风总，这些文件您看了很久了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吃饱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抱歉，风总，蹲太久了，腿有些软。你以后这种工作可以不必这么辛苦。风寒生，这就上钩了吗？喂，丑八怪，你给我站住！下午寒生要陪我逛街去，这些资料你今天下班前必须整理好交给客户。可是李总，这些应该您来。没有可是，要是今天你干不完，以后就不用来公司了。是李总。我很快过去。寒生，这么晚了，你不陪我回家吗？公司有急事，送李小姐回家。林特竹，来接我回公司。风总，今天下午交给客户的资料有严重的数据缺失，对方说如果处理不好，会跟我们单方面解除合约。这部分资料是谁负责的？是李小姐。江秘书，你在干什么？风总的椅子除了他和李小姐，没有人可以坐。江秘书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这是我根据资料重新整理好的数据，下面是准备和客户重新拟定的合约。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，我自作主张让出了3%的利润。风总，您看看是否有问题？你一直在公司处理这些事？您既然觉得陪李小姐比工作重要，我理应为您分忧。拿去业务部门。是。明天和李小姐的约会先推掉吧，告诉她我有更重要的工作。抱歉，我一直在整理资料，应该是低血糖了。这是李小姐的东西，我不能。你的身体重要。有后抽屉里的东西你随时可以用，不要多想。你是我的秘书，最好不要晕倒在我的办公室里。李薇薇，不知道你看到他会是什么表情？李大小姐，我跟您说了，风总真的不在，您怎么不信呢？他之前说好了今天要陪我，为什么突然放鸽子？他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未婚妻？还不是因为你搞错了资料，害得公司承担了那么大损失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风总可能只是最近工作忙，他不是故意失约的。这是什么？我说过了，这个抽屉是我的专属，为什么会有别的女人动它，还留下这种东西？这不可能，风总从来不让别人碰您的抽屉，是不是您自己留下后忘了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说，到底是哪个贱人？李小姐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装傻是吧？你今天必须给我讲清楚，这些天风寒生都见过哪些女人，否则我就让他开除你。李小姐，您别生气，您误会风总了。李小姐，我证明风总一直不让别的女人靠近他，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挑拨的。要是您不放心，
我去帮您调查清楚，肯定给您一个答复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给我查清楚了，要不然你也一起滚蛋。林特助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冰敷一下？不行，封总在分公司考察，我还得去送文件呢。没事儿，不如这文件我来帮你送吧。封总，江秘书，你的脸。封总，我来给您送文件了。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吗？你是故意扮丑的。对不起，封总，我只是太需要这份工作了。那你应该也知道，我最讨厌耍心机的女人。你可以走了。对不起，封总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？要不要陪哥哥一起去喝一杯啊？你们走开，我男朋友就在旁边。别骗人了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你有男朋友，让他出来啊！怎么，不是说男朋友在吗？怎么不见人啊？放开我！滚！你什么人啊？多管什么闲事？我就是她男朋友。大哥，这个人好像是那个明川集团的封总，咱惹不起。披上，感冒了影响工作。谢谢封总，这样的情况我遇到了很多次，连工作中都有人会对我，所以我不得不扮丑来保护自己。你受委屈了，是我误会了你。也不怪您，毕竟我这样的女生，有男人想欺负我，也有女人想嫉妒我，我都习惯了。以后你不用扮丑了，在我身边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明天上班再把衣服还给我。美女，你可没说还要被打啊，这你得加钱。放心，计划很顺利，钱不会少了你们的。丑八怪，你怎么换衣服了？山鸡插了羽毛也变不成凤凰。李小姐，我查清楚那个口红印是谁留下的。是谁？那个人就是我呀。你故意扮丑混到风寒生身边，你就是想爬他的床。哦，可当初不是李小姐把我选进来的吗？我还得感谢李小姐的安排，要不然我哪有机会走到风总身边呢？这是风寒生的衣服，你给我脱下来！李薇薇，你再怎么骂也没有用，毕竟风总昨天放了你鸽子的时候，可是一直和我待在一起的。贱人，荡妇狐狸精，来人啊！给我把这个贱人拖走！
需要毁了他这张脸，看他以后还拿什么勾引男人。江秘书迟到了。风总，这去黎薇薇办公室。拿刀实在是没有意思。缇娜，去，给我烧一壶开水来，要滚烫的。是。按住他！住手！寒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会见到你这副样子？你误会了，是这个女人，是她居然……对不起，冯总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千万不要为了我生李小姐的气，是我不听她的安排，她一时气不过才这样的。什么样的安排？要这样惩罚我的人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打你，那是因为你……冯总，您不要问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是我不应当。既然李小姐接受不了我离职就好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没资格让你离开公司。可是李小姐，她到底要你做什么了？李小姐担心您和别的女人有染，要求我调查您的行踪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对您不好。我没有，林特助，你就让他这么胡说八道。风总，昨天李小姐确实在您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，还拉着江秘书要查和你有接触的女人。我那是因为……够了！就因为这个，你就宁愿被她折磨？您帮过我，我不能背叛您。薇薇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寒生，我没有，我都是一时糊涂。你忘了以前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你和以前真的不一样，我还是更怀念以前那个你。贱人，去死！李小姐，刚刚风总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是发现您冒充的事情吧？不可能！我那个便宜妹妹早就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她不可能发现的。可是方总明明是您的未婚夫，却迟迟不肯跟您完婚，现在还有那个姓江的贱人勾引他，这可怎么办？既然如此，也只好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他不是想爬床吗？那我就让他知道爬床的下场。疼吗？没事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林特助在就行。今天的商务宴很重要，各个公司的高层都会来，我不应该缺席。我去催一下酒菜。你确定这个药管用？您放心，我让服务诊下在风总的杯子里，等他喝了酒，很快就会情欲上头。等药效发作了，您就是他唯一的解药。只是风总最讨厌女人跟他耍手段，要是他发现您在酒里下了药，可是有江初夏那个小贱人在，你去把剩下的药放进他的包里，到时候寒生只会觉得是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而我是危难时刻帮了他的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这下一举两得，肯定能把那个狐狸精赶走。你放完药就在走廊上看好了，别让小贱人回房间来，坏了我的事儿。风总，趁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想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酒。敬我？您上次救了我，还为了我自称是我的男朋友。
小事而已。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，那天您就是我的英雄，所以这杯酒我敬您。风总，这屋子里怎么这么热呀？您能不能帮我开一下空调？江秘书，你的酒量实在是有些差。风总，我觉得这酒好像有问题。有人做了手脚。江秘书，你把衣服穿好。风总，风寒生，我好难受，帮帮我。计划进行的怎么样？您放心，一切顺利，房间也给您开好了，待会儿您和风总直接去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已经有未婚妻了。你何必要伤害自己？风寒生，你应该是天上的月光，我不能让你做错事，不能让你对不起别人。你放手！我不会放手的。糟了，有人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想被别人看到这个样子。寒生，人呢？江秘书，风寒生，你在犯错。我不管对和错，我要救你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风寒生只会以为我中了药，却怎么知道这香薰别有玄机？真正中了药的是他呢。林特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风寒生呢？风总发消息跟我说他身体不适，让我帮忙招待一下客人。身体不适？难道风寒生喝了酒发现酒有问题？可恶！我白准备了那么多，不行，就算今天睡不了风寒生，至少也得戳穿江心如那个贱人。寒生一向身体健康，怎么会突然不舒服？这酒杯里是什么东西？不会是有人给他下药了吧？这酒有问题，立刻查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粉末，我好像在江秘书那里看到过啊！难道是林特助？你快去把江秘书找来，我去看看，这是不是他包里的东西？江如夏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没想到这小贱人还在这儿偷人，正好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到底多浪荡。江秘书，这么重要的宴席，你居然和男人在这儿私会，我们公司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员工？来，让大家都看清楚这对狗男女的脸！不要，李小姐，而且您打我骂我都行，不要坏了他的名声。你还护着这野男人，可真是不知廉耻。这明川集团的秘书真是放荡，冯总怎么能招这样一个人在身边？这男的是谁？怎么能进到这么重要的场合？这秘书简直胆大包天！风寒生，怎么是你？啊，不是风总的错，是我故意。与他无关，我是自愿的。风总，您怎么能……为了我，你竟然宁愿毁了自己的名声吗？你个贱人，你怎么敢勾引我未婚夫？风寒生，你不该给我个解释吗？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做这种事？给你解释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
您放心，我让服务鼠下在风总的杯子里，等他喝了酒，很快就会情欲上。是他给你下了药，我是想来帮你的。你们看看，是这个狐狸精给风总下药，想要上位。风寒生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李薇薇，我不是傻子，如果是他，又怎么会宁愿伤了自己，也要护着我？我最恨这些勾心斗角的手段，你现在却用在了我身上。林特助，送李小姐回家，让她自己好好想清楚。是啊，我一直听说风总宠这位未婚妻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那不也是因为这李小姐太荒唐了，居然干出给风总下药的事情，再好的男人也接受不了啊！未婚妻还不如秘书，看来黎家要失宠了。李小姐，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有这个机会呢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为什么那个贱人会在？对不起，李小姐，都是我疏忽了。你害得我被韩城说的那个贱人，他怎么能和您比？您就不应该管他。只要您牢牢把握住风总，不管狐狸精使什么手段都没用。风总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。放那里吧。风总，您没事吧？李小姐，李小姐，您别误会，刚刚是……没事儿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毕竟你只是一个秘书。我这个未婚妻会看好我的未婚夫的。李薇薇，这是要换一种方式。韩生，上次是我太冲动了，我特意做了点心来道歉。你不会真的怪我吧？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订婚的时候，你说只要有你在，我可以随便闯祸。现在你打算食言了吗？我当然不会真的怪你。我就知道，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我更是你亲自定下来的未婚妻，你怎么舍得为了外人责怪我呢？我喂你吃点心，只要你吃了我做的，就算原谅我啦。风总，这点心不能吃。江秘书，你只是风总的秘书罢了，我们两个人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吧？风总，10分钟后您有一场会面，这个时候吃高糖的东西会迟缓您的反应能力，影响谈判时的发挥。我想我身为秘书，有责任提醒您这件事情。你这是胡说八道！韩生是商业天才，怎么可能吃点东西就影响工作？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去会客室。韩生，江秘书，你是不是没吃早饭？一直忙着整理材料，忘记了。吃了吧，待会儿谈判的时候不要再低血糖了。李小姐，你的手艺确实不错呢。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也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就沉不住气了。江初夏，我告诉你，风寒生只会是我的男人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一定会让你这个贱人狼狈的滚出明川集团。下个季度的相关安排已经通知下去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韩生，我这个项目现在进度有些落后了，我想跟你要个帮手，好吗？帮手？谁？我想跟你借用一下江秘书，可以吗？
江秘书一向在我身边负责重要工作。韩生，你就答应人家嘛，我也是为了公司好。好吧，江秘书，这个月你暂时到微微的项目组。是，冯总。散会。江秘书，这回你可是落在我的手里了，你要不要现在就跟我求饶认错？我还能送你一个体面的离开。李小姐，话不要说得太早，最后离开的是谁还不一定呢。我们等着瞧。李总，你要的材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。材料？江秘书，我很忙，没空看你的材料。你身为下属，不知道把它整理成报告吗？难道要我把它们直接发给客户看吗？我是来帮忙的，不是来替你工作的。现在我才是你的上司，我要你做什么你都要听。下班前我要见到能承当客户的企划书。怎么，不服气？有本事你去跟封总告状啊，看看他是向着你，还是向着我这个未婚妻。下班前，我会把企划书发给你。李小姐，您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等到见客户的时候，把他的企划书换成这个。不过一个底层的贱民，还想和我斗？看我这次一定玩死你！江秘书，这份企划书毕竟是你亲手做的，这次就由你来和客户讲解吧。可别说我没有给你表现的机会。江秘书，跟赵总汇报一下我们的策划吧。赵总，这是我们有关2家合作研发智能芯片项目的企划书。明川集团一向以科技为先。小丫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江秘书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前我不是反复提醒你一定要做好检查，你自己看这种东西就算了，怎么还能把它和企划书搞混了呢？我没有，你还在这里找借口！李总，这次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吧，希望下次封总可以派一更专业的人来和我对接。当然，下次肯定不会是这种轻浮放荡的女人来见你了。江秘书，不要以为讨好了韩生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犯了这样的错误，他不可能还护着你了。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跟我怎么说话呢？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又怎么样？没听到黎薇薇说吗？我是封总护着的人，要不然你以为今天为什么会是我一个秘书向你汇报？你觉得要没有人授意，这种东西会出现在文件夹里吗？这就是封总的意思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我们明参集团家大业大，不差你们一份合作。你要是想合作，就亲自去找封总讨好他。你给我滚出去！通知下去，和明川集团所有的合作都给我停了。封寒生，你欺人太甚！李薇薇，既然要闹事，那不如闹大了才好，让封寒生知道，因为你能给他们做出多大的破坏。寒生，我记得你今天要见赵总，还不是那个江如夏把事搞砸了。封寒生，你个小王八蛋！老子当年和你爸都有交情，和你们明川集团合作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你竟然敢来羞辱我！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2家的合作全都停了，我们商场上见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就是搞错了一个文件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江琴夏，是他乱来惹恼了赵总，我明明一直叮嘱他的。去把江秘书找来。是。韩生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一直都是为公司着想的。韩生，
风总，不好了，江秘书进医院了。医院？他怎么了？今天的会议把赵总惹恼了，要取消和公司的合作。江秘书为了挽回，一直守在对方楼下，结果中暑晕倒了。韩生，傅韩生，你给我回来！江初夏在哪间病房？神经病啊，自己去找。冯总，您不要关心则乱，江秘书没什么大事，我带您去找他。谢谢师姐，这次我要是谈成了，一定请你吃饭。我没想到那位李小姐为了针对我，能连公司的项目都不管。我没事，就是晕了一下。哎，我不能休息的，哪怕是为了冯总，我也得去挽回赵总这个项目呀。韩生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冯总，现在开始，不准工作，好好休息。不行的，冯总，赵氏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，这件事我必须得去，要不然集团受损一定会很严重的。好好休息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要想。韩生，李薇薇，你有些小心机我可以不管，但是你不该用公司的项目来争风吃醋，更不该因为你的嫉妒心害了我身边的人。不是我，冯韩生，你宁愿信他都不信我吗？这次的事情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如果解决不了，以后你也不用来公司了。韩生，你开门！韩生！我怪那个贱人，他凭什么？冯寒生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重话，凭什么他敢当着我的面勾引冯寒生？江初夏是吧？好啊，敢欺负我妹妹，我必定让她付出代价。江秘书，你来啦！今天我特意在这里订了酒席，就是为了向你赔罪。李小姐，我只是一个秘书，您犯了错，我负责是应该的，不知道您这样的。他确实应该向你道歉。走吧。妹妹，快来坐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昭昭别怕，哥哥没事，毕竟哥哥就是要永远保护妹妹的呀。哥，韩生，这特意给你留了位子呢，怎么坐到那里去了？难不成你不挨着微微坐？江秘书是吧？我这个妹妹呢，从小被我宠坏了，可能有点不懂事儿，你多担待。江秘书对虾过敏。对虾过敏？这么巧，昭昭也对虾过敏。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一个过去的人罢了。别紧张。林先生对自己妹妹真是温柔，想必是个很好的哥哥吧？当然，毕竟哥哥就是要永远保护妹妹的。抱歉。韩生，我去看看他吧。你和我妹妹好久没过二人世界了。不必装了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不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，想要勾引个有钱人嫁入豪门的女人吗？我告诉你，风寒生那样的人，你肖想不起。李薇薇可以这么说，你为什么？不过呢，虽然风寒生你配不上，
我倒是对你有几分兴趣。今晚来我房间，这500万就是你的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装模作样，嫌少了？放心，只要把我哄开心了，1000万、5000万都没有问题。好啊，李先生，今晚见。过来还知道打扮一下，装什么清纯？进屋说话。李先生，我来是想跟你说，你不应该这样做。我是明川集团的秘书，你这样是在……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哼，你以为你当个秘书真就能搭上傅寒生了？来都来了，装什么矜持？你不会以为我真要睡你吧？我骗你过来，就是为了给你个教训，让你记住，什么人不能招惹。江初夏，你果然来了，你就是个人尽可夫的婊子！既然你和谁在一起都无所谓，那就让他们好好管管你，看你还怎么去勾引韩生。李征，你要为了黎薇薇这样去伤害别人？别说的你好像是无辜的似的，你这样的狐狸精就配受到这样的待遇，赶紧点啊！还磨叽什么？快上！韩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喊我的名字吗？风总，我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受伤了吗？我在这里，想哭就哭出来。傅寒生，你为什么抱着他？你怎么可以抱着那个贱人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改过了，结果却是变本加厉。我终于知道了，你本质上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。风总，你搞错了。虽然我们做的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本质上还是这个女人她有问题，是她为了钱想要上位，收了我的银行卡来我房间。是这张卡吗？他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因为江秘书早就把它交给我了。他说你好像对他有误会，只能先把银行卡交给我。他还说要来亲自劝劝你，如果不是我放心不下，你们到底想要对他做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装的，他都是傅寒生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李小姐，我到底哪里招惹你了？你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。如果你这么介意我在风总身边的话，我离开就好了。要走的不该是你，而是其他人。你要为了他？薇薇，你不需要帮我隐瞒了。风总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也是我把他叫到这里来了。薇薇来是想阻止我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江秘书，你误会我了。对，都是我的错，和薇薇没关系。寒生，你难道不愿意相信我吗？你忘了吗？小时候我是怎样对你的，我还为了你。既然李小姐这么说，那我也相信她不是故意的。风总，您千万别为了我伤了她的心啊！李薇薇，我最后再信你一次。李薇薇，还没到时候，我会让你的结局比现在还要惨。风总，我只是一个秘书，跟您住在一个房子不太好吧？太晚了，你还想让我送你回家吗？这里有客房，休息吧。风总，风总，不好意思，衣服被弄脏了，只能借您的浴室洗个澡，您不会介意吧？
不介意。那就谢谢冯总了。明明洗了澡，他身上怎么还有这股香气？你身上到底是什么香气？香气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？难道真的因为我对他心动了，才会连舔香都念念不忘？我喜欢茉莉花，家里种了好多茉莉，也许风总闻到的是花香吧。风总，半小时后要接见一位重要客户，服装准备好了，我帮您换上吧。嗯。不好意思，风总，用力过猛了。江秘书，韩生这里有我帮忙就好了，你去忙别的吧。李小姐，一会儿的客户很重要，我要确保不能出差错。有我在，会出什么差错？毕竟一会儿要见的可是明川的重要客户，你一个小小的秘书去了，只会让客户以为明川轻慢了他。既然有李小姐陪着风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听说一会儿要见的梁总不仅事业有成，还是圈内赫赫有名的大美人，您可千万要拉住风总，别让别人把他抢走了哟。韩生，你知道你有多久没陪我了吗？你喷香水了？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不应该喷香水吗？你知道我不喜欢。风总，久等了。梁总，好久不见。那就期待这次与明川的强强联合。相信明川一定不会让梁总失望。风总对我的耳环很感兴趣，这是国际珠宝大师 Olivia 今年的新作，以珍珠和绿宝石为主，将茉莉花的形状作为设计理念，全球只有2对呢。风总，这是要我割爱讨美人一笑。韩生，我就知道你这人就是嘴硬。上次我说缺个搭裙子的耳环，你就记在心里了。梁总说笑了，不过我确实对这对耳环很感兴趣，去联系 Olivia 买下另一对茉莉花耳环。韩生，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回家好不好？江秘书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？连你都要抛弃我的话，这世上还有谁我能依靠？江如夏，江如夏，你在哪儿？傅寒生，你给我回来！寒生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抛下我，梁总会看我笑话的。江如夏，风总，对不起。风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以为你出事了。风总，你不是在见客户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工作期间引起。你为什么挂我的电话？对不起，风总，我本来想给我妈妈打电话的，没想到错打给您了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风总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再次跟您道歉。这是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从小都是母亲陪我过生日，但是10岁那年她去世了，
我被父亲赶出家门，从此再也没有人能陪我过生日。今天我又是一个人过生日，忍不住想给妈妈留给我的电话号打电话。我以为没有人会听到，没想到误打了您的号码，打扰您了，封总。抱歉，封总，我一般不这样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您面前却忍不住倾诉这些委屈。他一向冷静，今天却在我面前露出这样脆弱的样子。除了我，他真的没有人可以依靠了。您快回去陪李小姐吧，我一个人也没什么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我习惯了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会陪你过完你的生日。封总，江秘书，今天说好了是我来陪你过生日，是不是应该听我的安排？少爷，您回来了，这就是少夫人吧？快快请进。王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。好呀，一起吧，封少爷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封总不是答应了不让我一个人，那么你成为我一天的家人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快进来！哎呀，这么多年，少爷还是第一次带女孩回家呢。王妈特意做了长寿面，等会儿你要吃完一整碗。既然答应了陪你过生日，这些都要按规矩来。封总，好好吃。来吧，今天你是小寿星，换我来当你一天的小秘书。今天是少夫人的生日，封总1小时前就让我们备下蛋糕跟玫瑰花了。少爷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不可能少夫人说点什么吗？江如夏，你说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一个人，但是以后你的人生会有我陪着你，我爱你。少爷，少夫人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少爷，您跟少夫人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我们也想开开眼，沾沾光呢。他能陪我过这个生日，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那怎么行？您可是我们少爷第一个女人，怎么能不准备礼物？我准备了。你说过你喜欢茉莉花。不行，封总，这太贵重了。今天晚上我的身份是你的男朋友。封寒生，以后每一年的生日你都陪着我，好吗？好。昨天晚上我给寒生打了10几个电话，他一个都没有接。那个小贱人到底会什么妖术，能把他勾成那个样子？李小姐，您别生气了，就算封总对她好，也不过是图一时新鲜，能成为封总夫人的也只能是您啊。是啊，说钱在哪儿爱在哪儿。封总对那个平离仙不过是小恩小惠，他昨天可是为您豪掷千金，专门让林特姐买了那对茉莉花宝石耳环呢。怎么了，李总？啊，这个耳环是昨天封总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您觉得好看吗？你个贱人，这明明是寒生买给我的，你还给我！李总，你这是要在公司里抢劫吗？你要是觉得是你的，你就亲自去找封总要啊，看看他会不会给你这个未婚妻主持公道。江初夏，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得很难看！李小姐，您别激动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一定能置他于死地。这次的项目是公司本季度的最大重点，搞好了我们全体升职，搞不好可就丢饭碗了。李组长，有关这次的方案，我有一点建议。江秘书，你只是代表封总来开会，别真把自己当封总的人了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让你参加会议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
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和一个小三儿坐在一个屋子里？真是恶心！靠勾引老板往上爬的人能有什么本事？你还是少说几句话吧，免得浪费我们时间。谁告诉你们的？公司上下谁不知道你一心一意要做封总的小三儿？记住了，李小姐才是总裁的未婚妻。你这种女人，散会！少消小不属于屁的东西。李薇薇，这就是你的手段，真是够幼稚。好吧，看来我要再给你来一点刺激了。别挡道，什么都不会，在这添什么乱？哎呦，完了，我肚子疼。李组长马上要上台主持发布会了，这可是重中之重。完了，我们也没有个替代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江秘书，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有主持经验吗？今天不如你替我上场吧。那怎么行？他只会陪男人睡觉，那会主持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他……好啊。既然李组长这么信任我，那今天的发布会就由我来主持吧。你这么轻易就同意了？为什么不同意？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。难道李组长不信任我？那你还把工作交给我，不是害了公司吗？不是，既然你同意上场，这是今天要用到的 PPT， 你快去现场吧。好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李总，您给的 U 盘我已经交给他了。好，今天我就要让全世界都来见证江如夏是怎么丢人的。这是江秘书吗？江秘书竟然这么好看吗？不好了，发布会马上开始了，但是那个 PPT 有问题。这个 PPT 全是空白，李组长还不见了，我们没有备份，观众马上来了，我们给他们看什么？完了，这次发布会要是搞砸了，我们绝对被行业封杀的。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现在去封总办公室，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 PPT 和资料的备份。贱人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快去吧，李薇薇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准进来。李薇薇，不是说谁都不能进来吗？李薇薇，你在做什么？风寒生，应该是我问你你在干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未婚妻放在眼里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八道！你已经和江汝用那个 BP 睡了吧？睡了几次啊？我都没有上过你的床，你居然让他！够了！注意你的身份。风总，封总，发布会那边出了点问题，江秘书让我来取您的电脑，说是有备份。风寒生，就为了让那个贱人能出头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李薇薇，我没时间陪你胡闹，把电脑交出来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以后还等什么以后？你敢这样对我，就让你们走不了好了！你知道今天的发布会有多重要吗？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胡闹，没错，我就是胡闹，我就是要让江春秋拿不到数据，在台上丢脸。封总，要不要现在通知取消发布会？来不及了，观众已经入场了，现在只能我去帮他。各位来宾，明川集团本季度的项目发布会正式开始。完了，发布会开始了，我们还是没有拿到 PPT。用这个，这是我自己做的方案，按我说的做，如果有任何后果，我会承担一切。大家好，今天的发布会将由我来介绍明川集团最新的科研项目。首先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这次的项目以前沿 AI 技术为核心，融合以人为本的概念。
这也不是我们的方案啊。但它比你们准备的方案都要好。江秘书，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你的能力比我们都要强。江秘书，表现不错，但是我很好奇，这套方案是你什么时候做的呢？风总，我代表您全程参与了这次项目，也因此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只是可能不被大家所接受，所以私下里我自己制作了一份方案，没想到它真的派上了用场。不被大家所接受，这不怪大家，毕竟我只是一个秘书，是我自己担心耽误项目才没有拿出来分享的。这件事我可以不怪他，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为什么原本的资料会丢失？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您可以问问您的未婚妻，我想她应该更了解原因。韩生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你这是怀疑我吗？都是他自作主张想要教训江离夏。李小姐，闭嘴！难不成还想拍咬我吗？就算这件事是他做的，可是你当着我的面砸了电脑，毁了公司的重要数据。李薇薇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公司？还有没有我？傅寒生，你给我问问你自己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？你宁愿跟那个贱人睡觉，都不愿多看我一眼。够了！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污蔑我和江秘书的关系？污蔑？他朋友圈发的清清楚楚，怎么可能是污蔑？李小姐，您在说什么？什么朋友圈？是你删了他！不对，根本就是你设计了这一切！李小姐，你对我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。我知道您一直介意我做风总的秘书，所以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让您彻底放心。风总，您对我很好，可是我不想因为我破坏了您的生活。这封辞职信还请您批准。天啊，李总也太过分了！江秘书刚为公司立下大功，就要把人逼走。他为了争风吃醋，连风总的电脑都敢砸，谁还敢招惹他？不过我说，李总这样子也太疯狂了，根本就配不上风总。风总还不如真的跟江秘书在一起呢。你们都是放屁！我才是冯寒生的未婚妻，只有我才配得上他。江凌夏，秘书这个职位确实不适合你，所以我决定撤销李薇薇的职位，由你来接替总监一职。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以后不准再跟我提离开。寒生，冯寒生，我是李薇薇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我们的婚约到此为止了。不行，我才应该是总裁夫人的。风总，风总，您不该因为一时冲动就跟李小姐说那样的气话。我说的不是气话，有关这道婚约，我考虑了很久。我以前认为自己可以出于责任照顾李薇薇一辈子，但是现在却发现我大错特错。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婚姻只该交给自己爱的人。风总，我去再把项目收一下尾。那个贱人凭什么他会和我退婚？薇薇，忘了妈妈教过你吗？苦闹是得不到男人的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有这道疤，有他在，他永远不会拒绝你。风总居然会亲自来给我们家递邀请函，还点名要见妹妹。爸，咱们家什么时候和风家有交情了？冯寒生说他小时候被黎家大小姐救过，可薇薇小时候怎么会见过他呢？昭昭小时候这里倒是受过一次伤，他跟我说是救了一个小男孩。你是说昭昭？可是他已经死了。薇薇，准备好了吗？动手吧，妈！从此以后，我就会是风寒生的夫人了。放心吧，妈，风寒生夫人的位置，只会是我的。
风总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刚升了职，我来看看你适不适应。你胸口……风总，抱歉，你好好工作。韩生，我们的婚约已经解除了，以后不要这样叫我。韩生，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当初我可是……你看着他，你真的要这样绝情吗？你救过我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报答，但是妻子的这个位置，不该是你的。我不要别的，我只想跟你结婚。江如夏，刚刚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他……风总和我解释什么？我只是来跟您说一声，马上要到例会时间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李小姐，接下来是公司内部的例会，你已经不是明川的人了，还请自重。江如夏，你以为你能拦住我吗？给我滚开！为什么不能？现在我才是总监，难道你非要我叫保安来把你拖走吗？别得意的太早，像你这样卑贱出身的底层女人，就算爬上来了又怎么样？风寒生很快会烦了你的，那就不需要你费心了。前未婚妻，那不过是暂时的，最后能当上风寒生妻子的人只会是我。看到了吗？我小时候就救过他了，这样的感情，你怎么可能比得过我？不好意思，风总，借用你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下衣服。没关系，我只是看你一直没来，担心你。风总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我为难李小姐？我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可是李小姐说了，她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们的感情无人可比。15年前，我与父母走失，差点被人绑架，是一个小女孩救了我。站住！你们两个坏人！快来呀，这里有人贩子呀！大小姐呀，黎先生知道得气疯了呀！快，我带您去医院。那时候我只知道救我的小女孩是黎家大小姐，很多年后我才终于找到了黎薇薇。我想报答她，她却提出要求要和我订婚。你和黎薇薇订婚，是因为你觉得是她救了你？我以为可以用婚约报恩，但我现在才明白，这样对不起真正爱的人。今晚，风家别墅有一场家宴，你愿意做我的女伴吗？好，礼服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林特助会送给你的。江陵夏，晚上见。原来那个小男孩是你，骗了你这么久，就当是你给我的回报吧。
这件礼服更适合项链而不是丝巾。风总，这是嫌弃我的搭配？不，你很美。抱歉了，风寒生，现在你还不能知道真相，因为我需要的不只是你的报答，我还要你的愧疚。风总，这位是？这是集团新任的总监，江凌夏。江小姐，风总和江小姐站在一起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呀！我们不是……上次我帮你省了钱，这次你愿不愿意帮我场面子？贱人！以前风寒生身边站着的都是我，他倒是够会演戏，寒生怎么就被他骗得团团转？哼，别担心，待会儿我就去戳穿他的真面目。风总，这儿太全闹了，项目的事你和我找个僻静的地方详谈吧。风总，您和王总谈事儿吧，这边我来替你照看。9点有一位海外客户会连线，我给你定个闹铃。江小姐真是细致啊！小贱人，今天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你们想干什么？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上次耍了老子很好玩是吗？今天这么多人，我非得让你好好出个丑！让我出丑？就凭你们？李薇薇，你在我手里吃的亏还少吗？怎么还敢送到我面前？闭嘴！风寒生就在2楼，你们在这报复我，不怕他知道吗？你不过是风寒生的一个玩物，就算他图一时新鲜，也不可能会为了你对微微怎么样的。看来在风寒生那里，你也不怎么重要了。我现在就毁了你这张脸，看看他会不会来救你。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么样？你去找风寒生告状，看看他会不会关心你，还是会来找我。你等着，我受伤了，风寒生一定会着急的，快给我弄死他！本来只想给你个教训，你竟然敢动手，今天我不可能让你完整的走出去。寒生，救我！姐，我刘老多谢谢，他居然拿救兵打我。谁？看看他会不会关心你，还是会来找我。我头晕，寒生，救我！叫医生来。风总，李小姐没有大碍，只是没有大碍就好。寒生，不要离开我！会有人来照顾你，我还有事情。求你了，我好害怕，陪着我好吗？怎么，这么长时间还不够你死心吗？风寒生根本不会理你，我妹妹在，她只会陪着他。你说，我是先打断你的腿好，还是先打断你的手好？用棍子有什么意思？
场面一点也不壮观。什么意思？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不是要毁了我吗？那我来动手吧！你疯子！没错，我是疯子，一个以仇恨为生的疯子。快抓住他！救我！寒生，江陵夏死到临头，我劝你别挣扎了。不管你们要对我怎么样，我都是不会背叛风寒生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没有。既然你们如此逼我，那我就在这里一头撞死！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怎么会让你到了这样的境地？风寒生，刚刚你是不是一直在陪着他？我好害怕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可是你陪着他，连接我的电话都不愿意。我的手机被人调成静音了，是你动了我的手机！不是我！你以为我现在还会信你吗？风寒生，我以为你跟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既然你心里的人还是他，我以后不会再求你保护我了。江如夏，你听清楚了，我风寒生从头到尾只爱过你一个人。我发誓，从此以后，我只会陪着你一个人，保护你一个人。我的世界只会有你。风寒生，抱歉了，在这种时候，我要让你永远记住这种愧疚。你是昭昭？江陵夏，是你。你真的是昭昭？你为什么不和我们相认？没错，我以前的名字叫黎昭昭。那这道伤疤……不可能，不是他，寒生，我才是当初救你的人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风总，昭昭是我父亲和他前妻生的孩子，从小就失踪了，没想到竟然会是江小姐。你小时候真的没有见过我吗？他们说的对，救你的人是黎薇薇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，怎么会见过你呢？黎家的女儿走丢了，这么多年，黎先生竟然都不闻不问吗？不是，风总，我们一直在寻找昭昭，只是毫无线索。昭昭，你既然回来了，怎么不回家呀？黎家已经有了一位千金大小姐，我这样一个野孩子，回来了又算什么呢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的妹妹，我怎么能不认你呢？选择权在你，你想回黎家？
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，我还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好，我不管以前有什么，从此以后，江初夏就是黎家的千金。你们要是有一点亏待她，别怪我不念旧恩。好，风总留心，昭昭可是我的妹妹，我怎么会亏待她呢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风总，谢谢。我想听到的不是谢谢，你知道的，我想要听到你的回答。风寒生，谢谢你。昭昭真漂亮，等昭昭长大了，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姑娘。李昭昭，你怎么不死在外面，还要回来？哥，别这么激动，昭昭毕竟也是你的妹妹，你这样说多伤人呀。妹，她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好好的，她一回来你的婚事也被退了，黎家的事业也受了那么大打击，她回来干什么？昭昭，我知道你嫉妒微微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害黎家呀。你要是想要回黎家，你私下找我不行吗？干嘛要去招惹风寒生？你们既然这么不欢迎我，那我就离开黎家，去找风寒生，告诉他，当初救他的到底是谁。你威胁我们，李昭昭，我可是你哥！可是我从小流浪漂泊，我难道就是想在自己家里有一席之地都不行吗？你算了，让管家来给他安排个房间，以后就让昭昭住在家里吧。原来你是黎昭昭那个小贱种，怪不得，原来你是冲我来的。不过你看到了吗？黎家所有人都是站在我这边的，风寒生也不会相信你的。救命恩人这个身份，永远会是我的。李薇薇，你知道在天台上我为什么没有戳穿你吗？因为我不想看你死得那么快，我要留着你，再看着你一步一步在众叛亲离中绝望。这个项目接下来就由江总负责跟进。江总，没问题，风总。这个季度的市场分析已经下发给各位了，请各部门经理本周内提交新季度的市场计划。上车。你身体不舒服，我送你回家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付车费。车费？就像昨天那样。风总，寒生，寒生，我的包好像落在车上了，你能帮我去取一下吗？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，喜欢吗？真好看，谢谢爹地。
昭昭，你回来了。昭昭，你回来了。昭昭，你看，这是爹地刚送我的礼物。哎呀，他就买了这一份，可能就是忘了，你千万不要多想哦。昭昭，你刚回到家里，很多事情父亲还没有习惯，这事儿你不应该怪他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责怪父亲了？我早就知道，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家了，我也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家人给我买礼物。我也知道，我回来是破坏了离家的和谐。可是，爸爸妈妈临死前都还在念叨着你的名字，他要我来找你，我实在是太想要一个家了。昭昭，你有家的，你有爸爸呀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爸爸，我也不需要什么礼物，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。不行，你也是我的女儿，这么多年欠你的礼物，我一定会补上的。既然要补上，那黎先生不如现在就拿出来，不要等到以后啊。风总，这我也没有准备好。这怎么需要准备呢？黎先生不如直接将股份作为礼物送给黎夏吧。不行，韩生，你明明说过，只要你家的一切都会是我的，你怎么能？住口！李家现在至少还是我说了算。我的股份想送给谁，还不需要由你来决定。昭昭，明天我就安排人起草协议，给你转的股份，就当是爸爸给你的补偿。谢谢爸爸，不过这股份我不需要。我说了，我回来只是因为我想要一个家，而从来不是为了黎家的钱财。如果可以，我更希望您能永远欠着我这份礼物，这样我就能永远做您疼爱的女儿。昭昭，你就是永远都是我疼爱的女儿。疼爱，无用的东西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把整个黎家拿到手里，让他们为你付出代价。这笔资金为什么持续了3年，却没有明细？江总，这是风总亲自安排的，一直是暗中给黎家做支持的。黎家，从今天开始停掉。可这要是停了，黎家的产业链一定会断掉的。按我说的做。风总吩咐过，这笔资金谁也不准动，我得请示风总。韩生，我这里有一笔资金变动，助理说必须要请示你的意见。既然是你做的决定，那就都听你的。我这就去办。黎家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，接下来所有股东必定会抛售手中股份，我要全部买下来，一股都不要少。什么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资金链断掉！快去想办法！为什么？为什么集团的投资突然断了？连最大的投资人都跑了！爸，这怎么办啊？要不要我们再去求求风总？昭昭，爸爸，不用担心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刚刚我联系了风寒生，过几天会有一名外省的投资人来咱们市里考察，我已经托寒生帮我们约他来家里见面了。太好了，昭昭，还好有你在，黎家的未来就靠你了。当然，黎家的未来，我一定会牢牢把握住的。喂，韩生，你帮我查清楚了吗？
哦，那位投资人以前是位舞蹈表演家，最热爱跳舞了。太好了，我以前学过舞蹈，我可以借着请教的名义投其所好，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番。到时候父亲应该就会认可我了吧？这么努力的准备，是为了待会儿在投资人面前表现吧？李薇薇，你要干什么？多谢你提供的消息，这次这个表现的机会归我了。李薇薇，你把门打开，你放我出去！别做梦了，江如夏，我告诉你，我才会是黎家的救星，黎家的千金也只会有我一个。韩生，来找我。周总，您看您对我们公司的规划有什么建议？看着倒是可行，只是李总，这样的公司我看了太多，有些缺乏特色。对了，周总，我听说你以前是舞蹈家，我也从小学习舞蹈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指点指点我？周总，您愿意陪我一起跳舞，让我跟您学习学习吗？黎先生，我是看在封总的面子上才愿意和你见面的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你可以这样羞辱我？周总，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多年前我出了车祸，从此再也不能跳舞了。这些事情但凡用心打听一下，想必都能知道。可你就是让你女儿这样刺激我、嘲讽我是吗？什么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跟您拉近些距离。够了，我不想听你的理由。你们既然根本没有把这次会谈放在心上，我还留下来自取其辱做什么？不用送了。投资人，江如夏在哪儿？什么？江如夏在哪儿？不要让我再问第3遍。我不知道，他今天一直都不在。韩生，这里太安静了，我害怕。当年我出了车祸，最绝望的时候，我听了一位音乐家的音乐会，就是这首曲子让我变得坚强。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它了。你是从哪里学到它的？这首曲子是我妈妈教给我的，她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就拉它，就好像妈妈在我身边一样。是她？那位江女士是你的母亲？对，江女士是先夫人，可惜她去世的早，只留下了我们的女儿昭昭。女儿？黎先生之前不是说你只有一个女儿？这是我家的养女，冒犯了您，您千万见谅。黎先生，我不是傻子，亲生女儿被锁在杂物间，养女却能和你一起见客人。好孩子，你在这家里是不是受委屈了？监护，但是我对我有些粗心，父亲只是一直很好，前些说要把集团的股份转给我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这是父亲让我签字的合同，现在就差他签字了。当然，我早就答应了昭昭的。爸，我说了，我其实想要的只是一个完整的家，你却总是怕我没有安全感。既然这样，这份礼物我就收下了，毕竟你说了，我要承担黎家的未来嘛。既然有你在，我愿意为了你给出这份投资。你叫昭昭是吧？周总，我跟我妈妈姓，我叫江初夏。好，江如夏，我很期待未来与你的合作。
林夏，你好一些了吗？风寒生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做的有……江如夏，在我眼里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，我也会永远做支持你的后盾。寒生，放手！寒生，你忘了吗？我当初为你付出了什么？我不奢求你恢复我们的婚约，但你最后再陪我一次，可以吗？明天，你愿意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最后陪我约会一次吗？寒生，你去吧，有些事情早晚要了结的，不是吗？江如夏，等着我。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江初夏，你挑的这是什么地方？李薇薇，不是你说想要见我的吗？还特意支开了风寒生。没错，风寒生现在远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咖啡厅里，我们之间发生什么，他都不会知道的。那你见我又是为了什么？想要来让我亲眼见证你的失败？我说过，我会看着你一步一步众叛亲离。你个贱人！明明我才是离家千金，明明我才是风寒生的未婚妻，你一出现就会把一切都抢掉。抢？这一切都是你一个靠偷靠抢得到的，我回来不过是要拿回属于我妈妈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是我弄死了你妈妈，也是我冒充寒生的救命恩人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毁了你的离家还是属于我的。你知道偷来的东西永远不会属于你自己，就像你不知道，在风寒生心中，他和你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不是什么咖啡厅，而是这里，因为这里就是当初离家的小女孩救下了他的地方。风寒生，寒生，快跑！李薇薇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你不管是伤了我还是风寒生，都只会毁了你自己。李薇薇，刚刚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不是，对，没错，都是我喝的。为什么我不能生来就是离家千金？为什么我没有救过你被你念念不忘？我要毁了他的一切。是你害我和他错过这么多年，你还敢说这样的话，真是无可救药。我是恶人，但是你以为他江如夏是什么好人吗？他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你，他勾引你是为了利用你，利用你夺离家的财产，利用你向我报仇。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在乎，如果是他，我甘愿。不，我沉迷于被他利用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江初夏就可以命这么好？不可能，我不会输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小心！这不是真的。别怕，快！不可能，这都不是真的。风寒生，你还是选择了我。风寒生，你不能有事！林特助，快送他去医院！江小姐，这份协议是风总之前就拟好签过字的，他说以后明川集团就交给你了。他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吗？就敢把整个集团交给我？风总说，感谢你愿意接近他，给他这个下赌注的机会。风寒生，从我见到你的时候开始，我就在骗你。但是如果你能醒过来，我之前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愿意让他们成为真话，好吗？
川集团新任总裁江如夏昨日主持了新品发布会。据估算，明川集团在他的带领下，市值再次攀升。赵江总，我们赵，我好歹是你的父亲，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啊？你现在是明川的总裁，黎家也交给了你，你怎么能把我赶出家门？如果不是你的默许，宋琴怎么会登堂入室？黎薇薇又怎么会害死我母亲？宋琴已经被我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对你和黎哲最后的辞职，就是我允许你们继续在这个城市生活。赵，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叫昭，我的名字是江初夏。赵，不，江总，你就算恨我，你想想你的母亲，你说过的，她临死前都还念着我的名字。我妈妈去世前念着你的名字，告诉我，你这样的恶人应该下地狱。妈，我终于夺回这个属于我们的家了。江总好，江总，辛苦了，好有气质啊！江总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没看好路。没事。既然看不好路，想必是腿脚有问题。江秘书，给他批1年的病假，从明天起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江秘书，怎么我一天没来，你就背着我偷看别的男人了？风总，我只想看谁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要是不知道呢？那现在你该知道了。